这个视频主要演示一下，用Loto 的示波器，然后还有电流探头，测一下保险丝的应用。我们也测一下它的特性曲线。然后保险丝一般是，这样用法主要是防止，比如说我这边有个电源，一个电源，一个电压源，然后这边有个 D，啊，它对外工作的时候可能会这个位置会放一个保险丝，就是防止客户端它把这个电源和 D 短接了啊，短接了以后，这瞬间电流很大，它可能要保护一些电路，这可能会烧断啊，就保护了。那其实应用更多的，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防止这样，比如说我的示波器这边会有 D，有一根 D 线出来，然后你一个探头，然后倒是不担心你这个探头接一个多少伏的电压啊，担心你把这个 D 突然夹到一个比如说60伏，夹到电源上，这样的话你的电源外部电源的电流通过这个，然后可能这边是 USB 的 D 啊，USB 的 D，然后这有个电流路径，可能会很大，可能会伤害到设备。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种位置放一个保险丝啊。但是保险丝我们一般有两种啊，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这两种。保险丝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这种的，这种的是熔断型的，就是它的电流超过它的额定值就烧断了，就断路了。像这种是贴片的，我焊了2个角，方便那个做实验啊，就是这种这个是100毫安的，这个是300毫安的啊，这个100毫安过了100毫安它就保护了，这个300毫安这种是自恢复的，就是它到了额定的电流值以后，它原来电阻比较小，然后电阻就变得比较大但是应该也不算开路哈。等你的电流撤掉了以后，短路电流很大的电流撤掉了以后，它就恢复了，又恢复导通了啊，自恢复式的。但是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哈。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它不能完全断开，它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啊。这个熔断了，你就完全断路了啊。所以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的情况。所以我这边用那个电源因为我们是短路来测，这样子的话，我的电源输出来，然后把电流，这个是0.2毫欧的那组啊，相当于一根导线啊，我把它串进来以后，然后我的回路上串一个保险丝啊，像这种就可能把它烧断。那这种的，像这个是200毫安的，这个是100毫安的。我们从高的开始测200毫安，比如说我们这个200毫安，我先把它电源关上，是这样，我把它串到这边加这个，然后这边加这个，好，这个就串在回路里了，这个好，这样子，然后这个示波器就一直在采集电压啊，它的这个管，保险管在这儿，保险丝管，好，这个位置，当我们开始突然开电，它应该会有一个，好，我看到了。电流现在我看到瞬间我刚没看到，现在电流是0安了，应该是烧断了，不然电流不会是0安串在里头。我刚才按了一下快捷键暂停，我先把图保存一下啊，200毫安，不好意思，把这个纸去掉。200毫安的200毫安的电流，它的波形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测一下，它从这个位置上升到这个位置，用了49，就是50毫秒
我再存一下。它用了50毫秒，最后这是升到看一下 B 通道3.55安，它升到了3.5安左右，然后又降到了这个位置1安左右，1.2安左右。然后后面我一会儿会录长一点哈，接触长一点，后面它应该就断了。现在是0安，我现在让它存一下。要恢复运行，它断了，就没有电流了，0安。好，这个保险丝烧断了，让我们再换一个。电阻已经断了，这个是坏了，然后再找个200毫安的，对，这个是一样的，是200毫安。好，0.8欧左右，0.8欧左右，这是没坏的，来再做一次，这一套夹在这里头。这儿，好，我把它整个过程录下来，也就不用。好，开始录制。也烧坏了，但是过程我们看到了。好，我已经录下来了。我回放一下，这是刚才录下来的过程。好，是这个样子的。在21帧的时候，好，我们来回放一下，回放这是第9帧、第10帧、第11帧的时候出现了，12帧、13帧，好，14帧。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来测量一下，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这里到这里，就刚才一样，大概45毫秒，45毫秒冲到峰值大概是3.5安，它冲到了3.5安，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往下降，一直到这个时间，这是300多毫秒，314毫秒，它降到了这是1.2安左右，然后瞬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就熔断了，然后电流就变成0了，整个过程有300多毫秒，大概是这个样子。回头会把这个图片放出来，我也存一下。好，这是这种的。好，回放结束，回到示波器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像这个也是坏了，这个也烧坏了，烧坏了2个。然后这是100毫安的，这个是300毫安的。这个跟200毫安的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00毫安的这个自恢复保险丝的表现啊。好，它也这样串联在电路里面了。那这整个是一个通过有个保险丝的一个短路然后我这边我也把它录一下。好，开始。这么快就结束了。好的。目测表现好像很好的样子。好，它也存好了。那么拿下来量一下。
就这样可以这样看一下。2.2欧姆多，1.9欧啊，就说它还是恢复了导通状态的。我们一会儿其实可以如果它可以反复测，它说明它还是可以用的啊。这个还是没有烧断，它还是在导通状态。把它停掉，回放一下刚才的文件，这个文件。好，这是第六帧还没有，第7、第9帧、第10帧、11帧，第11帧时候开始出现了啊，12帧、13帧、14帧，哎呀，15帧已经过去了，那就14帧吧。你可以看到它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它很快，它从不好意思，我的头不行，把这个拖到这个，它从这儿开始电压开始导通，然后它只用了24毫秒就升到了峰值，但是它峰值很低，峰值就1.25、1.2安，这跟上一个那种保险熔断型的下降稳定的那个峰值差不多，升到1.25安的时候，然后它开始下降啊，但是它的下降过程会比较慢。我看完全降到基本上的这个500多毫秒吧，但是它的基本上500多毫秒都在这一下，缓慢的从1.25安降到0啊。我也把这个存一下，这是300毫安的，300毫安可以。那我们这次就不用录了啊，结束掉，好吧，结束掉，然后开启，好，开始，看它还是可以用的。这个保险丝是一直可以用的。它现在是60几安，它可以降到60几安。本来这样接通的瞬间啊，你看我们记一下这个，它的电流会降到60几毫安，对吧？是因为有这个保险丝已经做了反应了，它应该的电阻比较大了，现在因为它超过它的承受能力了，所以它做的电阻比较大，会限流，限到60几毫安。那我们什么也不动，把这个去掉，其实你看看，它其实能到多少？它能到5安啊，它其实应该是到5安的啊，但是它冲到3安以后，冲到1.2安以后，它的电阻就明显上升了，就把它的整个电流就限下来了啊。我再测一下。不到2欧左右。